魏无羡望过去的时候，蓝忘机也恰好抬头，蓦地眼神相撞，魏无羡的心脏突然奇异的剧烈跳动起来，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朝蓝忘机迎过去。晚间的风带着炊烟的柴火气，暖暖的扑在人脸上，像刚晒过的麦草。魏无羡的心情突然就好了起来，他朝蓝忘机招手：“蓝战！”谁知他这么一喊，路边不知从哪棵树上突然窜出几只野猫，跌跌撞撞挡在小路中央，将二人生生隔开了一小段距离。那群猫并不看魏无羡，3、3、5、5全朝蓝忘机跑去，显然是认识他的。这群猫平时没少被蓝忘机施舍，见这个人类对他们没什么威胁，胆子就慢慢大了起来。每等蓝忘机从河边回来，就要上前讨食。蓝忘机被困在猫群中，左右无从下脚，只好停下了步伐。一只胖猫伸着爪子要去勾他的鱼篓，蓝忘机手一抬，对他投以警告的眼神。猫儿见强夺不成，便瞬间软了声线，在蓝忘机小腿间来回游走，用肥厚的皮毛蹭来蹭去。平时可以，但是今天不行。魏无羡看着这诙谐的画面，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他早知道蓝忘机特别招小动物喜欢，不管是蓝家的兔子还是精灵的仙子，那些毛茸茸的生物好像都喜欢往蓝忘机身边凑。偏偏蓝忘机又对这些可爱的生物毫无办法，所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只胖乎乎的猫拿它的爪子不停扒拉自己的鞋子，还在雪白的鞋面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灰色梅花印。可无论那些猫百般撒娇讨吃，蓝忘机浅色的眸子都无甚波澜，淡定地与这些猫沉默相对，久了又望向魏无羡，眼神里有点求助的意味。直到蓝忘机的眼神已经有点哀怨了，魏无羡才停止看戏的表情，做出凶巴巴的样子，挥了挥手道：“散了散了，这是我的。”为了犒劳辛苦钓鱼的蓝忘机，魏无羡从井里抱了个西瓜。山上流下来的山泉凉爽甘甜，刚打上来还冒着寒气。天热的时候，魏无羡就把木桶掉下去冰西瓜。湖边有一片野西瓜田，蓝忘机每次钓完鱼就抱一个回来，用刀切成长长的小块月牙，码好装盘子里。冰西瓜的水用来冲腿，痛快的后腰发麻。然后两人带着盘子飞上屋顶，啃着西瓜，任风吹拂腿脚上的水珠，好不惬意。山里别的没有，风景够看，偶尔他们也聊天，自然大多时候都是魏无羡聊，蓝忘机听。比如小时候做了什么调皮捣蛋的事，两人一起上学时发生过的种种了。更多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干，只是就这么腻着，不想分开。刚来这儿的时候，魏无羡觉得他们能住满1个月就不错了。住过1个月后，魏无羡觉得有必要种点菜养点鸡了。3个月后，魏无羡有了更长远的想法，他们要想在这儿过完冬天，得有个地窖。魏无羡试探着提了一下，毕竟挖地窖算是个超级大工程，如果只是暂住，实在没必要给自己找罪受。但是蓝忘机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还很积极的去找村里有经验的师傅画了图纸。于是这地窖在魏无羡心里就有了点不一样的含义，好像地窖挖好了，他们就会在这儿住很久。此前他们已经在院子里打了井，打地窖和挖井的前工序是一样的。魏无羡之前打井积累了经验，温宁回来之前已经挖好了9尺深的圆坑，下一步就是从坑底朝两边挖，把窖石挖出来。蓝忘机做了个吊篮，负责把他们挖出来的土运上去。他力气大，提篮子的动作又快又稳，身上一点土都没沾到。虽然穿着简简单单的粗布衣裳，但是跟深山里修炼的仙人一样，明月清辉，飘然俊逸。魏无羡想起来，他好像就没见到过蓝忘机脏或丑的时候。他钓鱼的时候好看，劈柴的时候好看，甚至做饭的时候也很赏心悦目。这叫情人眼里出那啥的。魏无羡谨慎地瞥了上面一眼，不要乱说话。温宁毫不在意，还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他们住的地方他连蓝丝锥都没讲，就怕蓝家的人来棒打鸳鸯。魏无羡觉得他纯粹是多想了，蓝家的人肯定早就知道他们在哪儿了，没直接杀过来，不过是知道蓝忘机会主动回去罢了。温宁又说，那也得蓝二公子愿意走才行，至少现在肯定是不愿意的。魏无羡咳了咳，哎，温宁，你去把院门关上吧，我看这活儿1、2个时辰搞不定，先把门关了，免得待会儿有人进来，看到咱们仨灰头土脸的。温宁放下铲子，哒哒哒跑去关了门。自从那晚他强下失态，醉酒狂奔，
温宁就总觉得他和蓝忘机之间有点什么。他好几次想解释清楚，话到嘴边，却又不知该如何解释。说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吧，确实又有点；但说有什么吧，好像也说不上。没找好说辞，又错过了时机，最后就成了笔糊涂账。好在温宁回来后没再继续说什么了，他们就加快速度挖土。挖土需要不断重复弯腰的动作，一炷香下来，魏无羡脖子和腰都开始泛酸，直起身时感觉骨头噼啪作响。蓝忘机在坑上一直看着，立马提出来要换他，但马上被拒绝了。魏无羡这人虽然平时嘴比较碎，但个性很好强，觉得自己能搞定的事情就不愿麻烦别人。不过他显然低估了挖地窖的困难程度。1个时辰过后，魏无羡觉得自己的手已经彻底麻木了，虎口一阵一阵的疼，眼前也越来越黑。他抹了把汗，终于忍不住对温宁说：“我们上去休息一会儿吧。”温宁没有疲惫感，做这些完全不觉得累，但他看魏无羡嘴唇发白，神情有些恍惚，知道他是真的干不动了，就点了点头。两人当即爬了上去。魏无羡刚一坐下，立马发出一阵哀嚎：“啊，怎么这么累？感觉腰快断了。”归隐后他就没干过这么重的活，使力的时候不觉得，一停下来浑身都酸痛的要命，腰更像是被小苹果来回踢了数脚，喘着大气问蓝忘机要水喝。煮好的茶早就凉了，灌进肚子跟武兵一样。蓝忘机怕伤胃不让他喝，到厨房里取了个苹果切成小块，用筷子戳着，坐在他旁边，一会儿往他嘴里塞一个。魏婴，起来吃。说着用袖子细心的给他擦着汗，动作温柔的像是在照顾刚学会进食的小猫仔。魏无羡对此毫无自觉，乖乖的朝他仰着脸，只是笑。蓝湛，你知道你给我的感觉像什么吗？蓝忘机默契的等他说答案。像温婆婆。他直起上身，乱葬岗的时候他就特别爱往我嘴里塞东西吃。又揉了揉肚子，你再这么养我，我都要长胖了。蓝忘机目光一揉，道：先去清洗一下，剩下的明日再做。蓝忘机爱干净，一早就在锅台上烧了水，就等他们挖完洗澡。温宁这会儿已经去抬浴桶了。蓝忘机刚才也干了不少活，但脸上仍是干干净净的，俊美如玉。魏无羡看着蓝忘机，鬼使神差的就想耍赖。我起不来。蓝忘机道：你想如何？魏无羡转了转眼珠，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我想寒光君背我。蓝忘机二话不说，直接伸手把他扛了起来，背到身上后还做事轻轻颠了2下，道：是重了些。你嫌我重？魏无羡搂紧了他脖子，做威胁状。蓝忘机面不改色，任由他闹。魏无羡哼了一声：重也没办法，都是你喂的。温宁刚好从屋里冒出头，一看他俩脖颈相贴，亲密无间的样子，又缩回去半截身子。公子，浴桶已经弄好了。蓝忘机道：你先洗。魏无羡也不推辞，轻快地从蓝忘机身上跳下来。他现在是一身的土一身的汗，整个跟泥猴似的，也得亏蓝忘机不嫌弃他敢往身上背。把魏无羡送进屋后，蓝忘机就开始准备晚饭。温宁拿拌好的饲料去喂鸡。全家最宝贝的就属这些小东西了，平时他们就在院子里四处巡逻，晚上统一被赶回笼子睡觉，一见人来又开始上下扑腾。温宁把饲料撒在空地，小鸡们立马围过去，在地上叨叨。温宁环视一圈，把其中一只落单的小鸡放到鸡食前面，用手背轻轻推着它：你快吃。小鸡跌跌撞撞地涌入伙伴之中，很快叫成一片。窗子里透出的烛光打在他脸上，给他苍白的脸颊镀上一层柔色。虽然他已经感受不到任何温度了，但是对这种鲜活蓬勃的生命力依然非常喜爱。魏无羡迅速冲洗了一下，拿着一块挺大的布巾擦头发。当他走进厨房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烛光融融，蓝忘机就站在锅炉前，即使是做饭的时候，脊背也挺得笔直。他微微颔首，袖子翻了2翻，露出修长皓白的手腕，自如地挥舞着锅铲。听着炒菜的声音，再加上满屋的饭香，魏无羡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岁月静好的幸福。他不知道寻常百姓家是不是都这样，毕竟家的概念在他记忆中已经非常模糊。他想，家大概就是这样，累了一天回来就有温热的饭菜，闷了无聊了，身边就有人陪着聊天，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间隔太久，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有这种体会了，
可蓝忘机却又给了他这种感觉。魏无羡忍不住想，这世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人？明明最不食人间烟火，却心甘情愿为他洗手做羹汤。明明话不多，人也冷冰冰的，但在他身边就感觉非常温暖。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欢迎在视频下留言，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